这台投影最近很多人关注，我搜集了很多大家的问题，我会结合自己的测试数据和主观感受，在视频中一一答复。是这些问题倒逼我更投入地研究这台投影，做了我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视频。虽然很累，但是收获很大，希望它也能作为你的参考。正片开始。如果把家用投影分成两种类型，那它们中间就有条分界线。左边的投影，一台机器能看流媒体追剧，能播高码率电影，能以 4K 分辨率或者高刷新率来玩游戏。他们的目标是易用，以友好的价格来覆盖更多的影音爱好者。这条线右边的投影只显示画面，需要另买播放器和音响才能用。他们的所有功能只服务于画面，目标是让对画面有极致追求的人感受到极致的画面，当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右边入门的价格是左边旗舰价格的2倍到30倍以上，这还不算其他必须要搭配的设备，所以这条分界线既是技术的壁垒，也是价格的鸿沟。但是如果你就此以为右边的投影一定在所有方面都超越左边，那就天真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台投影就是线左边的一台旗舰机型，它从第1代迭代到了第4代，在我看来它已经压住了这条线，但还没有完全跨过去。对于组建家庭影院来说极具性价比，但它也有刻在基因里的缺点。今天我们就来充分的了解它，作为你组建自己家庭影院的参考。今年 C3U 的外观和去年 C2U 相比几乎没变，升级点倒是不少，但这些升级点对体验来说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先来看亮度。C3U 换了新光源，从参数上看亮度比 C2U 略有提升。从现场看呢，在没有 A/B 对比的情况下，我没有明显的感受到亮度的差别。投在我130寸投影墙上都是非常充足的观感。从我测试的数据来看，情况其实更加复杂。在默认亮度下，这几个模式 C3U 的亮度会比 C2U 低一些。儿童模式、电影模式和 C2U 差不多，电影制作人模式 C3U 会更高。亮度最高的超星不在 C3U 图像模式中，Veda 把它归入到了一个新的亮度选项里。除了 AI 画质模式不能调节亮度以外，其他图像模式可以和不同亮度选项搭配着用。看着就头大是吧？不着急，枯燥的数据里藏着真实的 C3U，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3个亮度选项你可以理解为1到10档亮度的快捷选项，明亮就是第10档亮度，也就是这台投影的默认亮度。如果选择动态亮度，当画面显示高亮场景的时候，它会自动提升亮度，最高就是第10档亮度。当显示全黑的时候，又会自动降低亮度，所以这个模式的动态对比度会很高。超星是这台投影的亮度的上限，亮度很高，但是颜色会明显偏绿，不适合日常观影。几乎每台投影都有这么一个秀肌肉的选项。超频是这台投影第2高的亮度模式，同时它看起来不偏色，是观影和游戏可用的最高亮度选项。如果我们把这个 C3U 的可用最高亮度和 C2U 的最高亮度放在一起比较，那大部分模式会有 10%到20% 的亮度提升，电影制作人模式甚至有 40% 的提升。这个结果比从参数上看提升会更大一些。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投影的亮度和投射的尺寸关系很大，所以我也测了几个关键尺寸的 C3U 亮度，你可以对照自己的尺寸来看。根据好莱坞数字电影联盟的推荐标准，如果亮度达到100尼特，就能达到 IMAX 和杜比影院的亮度的观感。所以 C3U 的亮度在投射150寸以内看起来都会非常的充沛。DCI 对于标准动态范围电影的推荐观影亮度是48尼特，看样子它投200寸也能超过这个标准。实际看起来怎么样呢？我把 C3U 拿到朋友的影音室里，220寸的剧目，这是用 C3U 的超频亮度投出来的画面。虽然只有几十尼特的亮度，但在这么大的画面下也完全不会觉得暗。一台家用投影投200多寸都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对于 C3U 来说，亮度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最高亮度下能保持一个什么对比度。这是我测试的 C3U 的对比度，那这个也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不同投射比下测得的，就是说投射同样的尺寸，投影距离屏幕越远，黑位越好，对比度越高。从数据上来看，有大概 30% 左右的差距，但是用眼睛看的话，实际感受差距没有这么大。我们再放上超频亮度，你会发现白色亮度越高，黑色也会变得更亮一点。但 Veda 的控光一向做得好，没有让它变得亮很多。这样的话，在高亮度下，对比度依然能保持得住，这是 Veda 投影一直以来的优点。C3U 继承了这个优点。那这个2000左右的对比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我用过的投影里看，这就是目前 DLP 投影里妥妥的第一梯队。
要想明显的好于它，就只有3万以上用 LCOS 芯片的投影了。那如果对比度和投射距离有关，你可能会说，那我把它放在茶几上，岂不是对比度不够高？其实你完全不用纠结这一点数据上的差距，因为这个数据只能看出投影的底子，并不完全代表实际的观影效果。而且对于客厅用户来说，环境光污染才是对比度的最大杀手。拉好你的窗帘遮光，对比度就会大幅提高。如果你的要求很极致，那做好房间的黑化才是提升观感对比度最有效的手段。具体可以参考房间黑化这期视频。有安装条件的话，再考虑把投影安装在长焦端的位置，通过它巨大的光学变焦范围来缩放画面到你要的尺寸，也就是在光学变焦范围内尽可能的距离屏幕远，这是最后一步极致提升对比度的手段。3次激光投影是民用显示设备里色域最高的，简单的说就是它能显示的色彩范围很大，比我的 OLED 电视还要大。如果你看惯了标准色域的显示器，突然看到这台投影显示的画面，会觉得非常的惊艳。什么是色域，在我 CEP 那期视频的4分22秒详细讲过，这里就不啰嗦了。但是高色域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和其他缺点一起说。我们先说更重要的。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我站在屏幕前就觉得 C31 的清晰度好像是变高了，但是我知道它依然是 0.47 的 DMD 芯片，按理来说不应该。分析了半天，我发现了2个原因。大部分智能投影为了系统的流畅 ，UI 界面会做成 1080P， 拉伸成 4K 显示。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界面看着不太清楚，看 4K 电影和玩游戏就清楚。这次 VIDAA C3 Ultra 用了 MT968L 的芯片，算力提升了， VIDAA 就把首页 UI 界面的分辨率做成了 4K， 让观感上清晰度比以前更高了。二是我发现它这次彩边控制得很好，就是在显示白色文字和线条的时候，红绿蓝3原色重合的比以前更加精准。有经验的玩家都知道，这对于投影来说其实是很难的，几万块的投影也未必能做得好，这回他做得不错。而投影的清晰度不仅和显示芯片有关，还和整个镜头模组有关，甚至和投射比也有关系。距离越远，投射的尺寸越大，相对来说就越没有那么清晰。你看和上面的对比度正好相反，是不是很纠结？其实我说的相对更清晰，是怼在屏幕上吹毛求疵的看，正常距离看是不会注意到的。看过我以前视频的观众都知道，去年之前的投影，包括很多专业机型，在播放 HDR 的时候，整体亮度会下降很多。这在显示暗场景的时候会很暗，暗部也会丢失细节，非常难受。从去年开始 ，C2U 最早在智能投影里做了 HDR 的亮度和色调映射，完全改变了当时智能投影放 HDR 的现状。C3U 在 HDR 下峰值亮度比 SDR 只下降了 10% 左右，和以前动辄降低1半的亮度相比，在观感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对比度依然很好。所以用投影看 HDR 偏远很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插一句，严格的来说，杜比世界 HDR10 加 HDR10 都是高动态范围的画面，都是 HDR 格式，只不过为了叫起来简单，我们习惯把 HDR10 简称为 HDR。这回 C3U 在播放 HDR 偏远的时候，在专业影像设置里会出现一个 HDR 亮度映射的选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升级点。我们经常看到那种自然光拍摄的整个场景很暗的 HDR 偏远，如果把 HDR 亮度映射选择为动态或者明亮，在这种偏远中能改善整体的亮度观感。今年 C3 全系支持杜比世界，可能很多不了解的人会觉得杜比世界就是加了一个认证标而已，但实际体验下来，我认为杜比世界就是这次 C3 系列最重要的升级，没有之一。杜比世界它是目前最高级的有动态元数据的 HDR， 翻译成人话就是它会根据这台投影的硬件能力，也就是显示最亮、最暗和色域范围的能力，来逐场景或者逐帧的调节电影画面的亮度和色彩，以这台投影最好的状态来显示每一帧的画面，充分发掘它的硬件性能。C3U 的亮度、对比度、色域，保守点说，在2万以内的投影里是第一梯队的水准。所以如何把它这个硬件发挥出来，看的就是亮度和色彩映射的水平。这方面杜比世界就是目前最厉害的。你看新出的蓝光电影和海外流媒体，几乎出个芯片就是杜比世界，这说明它的效果已经得到了行业的认可，正在成为趋势。那实现杜比世界的前提条件是，偏远、播放设备、显示设备三者都要支持杜比世界，缺一不可。经常自己下载高码率偏远或者用 Apple TV 的观众，如果用 C3U 来看这样的偏远，会发现它的亮度和色彩非常的舒服，不可能会出现很暗或者过曝的画面。
它在播放杜比世界的时候，图像模式是3个选项，根据喜好选就可以，最多调整一下动态对比度和运动补偿，非常省心，就能有很好的画面。有个观众问说，腾讯视频的杜比世界能适配播放吗？可以适配。播放杜比世界片源的时候，右上角会出现 Dolby Vision 的标，这就说明 C3U 正确的识别到了杜比世界。腾讯视频的杜比世界要充会员才能看。C3U 能不能看双层杜比世界？答案是既能又不能。杜比世界大致分2种，一种是双层杜比世界，给蓝光盘用的；一种是单层杜比世界，给流媒体用的。C3U 内置的媒体播放器是能播放给流媒体用的单层杜比世界，因为杜比公司只给蓝光机授权双层杜比世界的解码。但是 C3U 呢，它作为一台有杜比世界认证的投影，又可以正确的显示蓝光机给它的双层杜比世界的信号。前提是这台蓝光机也有杜比的授权，用蓝光机播放这个双层杜比世界的测试片，画面通过 HDMI 交给 C3U 来显示，会同时看到转动的色彩和人影，杜比世界的标也点亮了，这就说明蓝光机读取到了双层杜比世界的加强层， C3U 也正确的显示了双层杜比世界。如果用 C3U 内置的播放器来播放这个片源的话，它就会降级到 HDR 来显示，并且只能显示出转动的色彩。我们落到实际使用场景来说，如果我们用 C3U 里的 App 直接看流媒体片源，比如腾讯视频，比如接 Apple TV 来看国外的流媒体，都能正确的播放杜比世界。如果我们要用 C3U 内置播放器连接硬盘或者 NAS 来放杜比世界片源，那绝大多数也能正常的播放。但如果我们这个片源是70到80个 G 的最高规格的双层杜比世界的话，就要用有授权的蓝光机才能让 C3U 正确的播放。用 C3U 内置播放器来播放的话，也能放出来，但会降级为 HDR 播放。有观众问 C3U 的杜比世界和 C2U 的 HDR10 相比怎么样？从实测数据上看，杜比世界和 HDR10 的亮度、黑位、对比度差不多，杜比世界并没有让亮度降低。我手上没有 C2U， 就用 C3U 播放同一部电影的 HDR10和杜比世界来看看实际表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C2U 和 C3U 播放 HDR 片源的整体亮度已经不是问题，并且会比 SDR 片源更有层次感和立体感，色域也更宽。但在 HDR 下有一些场景看起来并不是很舒服，因为 HDR10 呢只会告诉投影这整部电影在制作时候的亮度范围，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来显示就行了，但它并不会逐个场景来优化显示效果，这就是 HDR 的亮度映射。而杜比世界的片源里有元数据，那这个数据会告诉投影，在这个场景这一帧你应该怎么调整色彩和亮度，投影就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它看家的本事使出来，把当前显示的这个画面显示好。HDR10 和杜比世界那就像是大班教学和1对1辅导的差别。当然杜比世界需要片源的支持，但是这是趋势，如果你对片源有追求，那你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个趋势。现在我们把问题扩展一下，那 HDR10 加也有动态元数据，也能逐场景的映射，那它和杜比世界相比，在 C3U 上表现怎么样呢？我找了同一部电影的 HDR10 加和杜比世界2种规格给大家看一下。我想这不用 A/B 对比也能看得出来， HDR10 加的整体亮度会很暗，暗场景就更暗，在亮场景下看起来也没有爆发力。糟糕的是在播放 HDR10 片源的时候屏蔽了 HDR 亮度映射的选项，那我尝试把亮度调到超频也并不能改善太多，因为这并不是投影的峰值亮度不够高，也许是 HDR10 加的格式没有进行正确的亮度映射。那杜比世界也不能手动选择 HDR 亮度映射，但它的亮度和色彩本身就很好，但是 HDR10 加的亮度观感还不如 HDR10， 甚至不如 SDR 的观感。刚开始我以为是 C3U 内置播放器的 bug， 然后用了蓝光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依然很暗，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C3U 对 HDR10 加的亮度映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发挥出它硬件实力来。从杜比世界和 HDR10 的表现来看，那 HDR10 加表现不佳应该是软件问题，希望早点升级固件解决。这个事情有反转啊！现在是我发视频当天的凌晨，我已经升级到了量产机的新固件 HDR10 加有新的表现。我们来重新对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HDR10加在暗场景下依然是有点暗，但是现场看会比之前强了不少。之前这个场景基本上是没法看的，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吃力，但是能接受。但是如果和杜比世界的同一个场景放在一起对比，就很明显还是暗不少。那导演想表现的究竟是更偏向于哪一种？我不知道，你觉得呢？如果去到亮场景下，那比之前就好太多了。整体的亮度和杜比世界很接近，完全不会觉得很暗，甚至画面好像还更有质感一点。这个画面杜比世界的阳光感就很强，机舱内的暗部细节也更容易看清楚。但是 HDR10加虽然损失了一点暗部细节，但整个画面显得对比度更高，画面的质感也很好。而这个画面 HDR10加的云层反而更有层次感，那杜比世界偏亮一点，但它也没有过曝，所以它们在不同亮度场景下的映射确实是不同的。其实我们平时看片也不会说 A/B 对比，这点细微的差别是不可能察觉得到的。另外，杜比世界在暗场景下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某些片源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发灰，通过调节动态对比度的选项可以改善。而 HDR10加因为无法手动调节 HDR 的亮度映射，所以它在暗场景下比杜比世界暗的这个情况基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总的来说，我可能更喜欢杜比世界多一点。本来我觉得 HDR10加是 C3U 的一个大遗憾啊，现在更新了固件之后，让我也更愿意多尝试点 HDR10加的片源。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机器的硬件参数只是个底子，硬件加软件共同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画面。所以我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向开发者提出来，这样机器才会不断的迭代，越来越趋近完美。好，现在我们继续看这台投影的其他表现。VIDAA C3 Ultra 因为升级了 MT9681 芯片和 WiFi 7，现在操作系统的响应速度很迅速。一方面表现在主界面的海报刷新出来的速度非常的快，这对于看电影来说没什么帮助啊，但是对于操控体验感觉很好。另一方面表现在 C3U 内置的媒体播放器的响应速度非常的迅速。我用它来无线访问我的 NAS， 播放里面几十个 G 的电影，你可以看看这个拖拽进度条的响应速度有多快。简直吊打我的蓝光机和安卓播放器，这还是用 WiFi 无线访问 NAS 的，实在是离谱。当然，蓝光机的优势不是响应速度，而是音质和画质。组建家庭影院的朋友肯定会用专业的播放设备，但是对于新入坑的玩家来说，这个内置播放器是相当可用的。用 USB 连接硬盘或者是网络连接 NAS 来播放 SDR、HDR、杜比世界都能正常的识别。C3U 这个网口从以前的100兆升级到了1000兆，应该就是为了让内置播放器稳定的播放 NAS 里的超高码率片源而做的。再结合这个家庭影院的界面设计的这么专业，VIDAA你想干嘛？但是如果以一个专业的家庭影院播放器的标准来审视它，还是有很大改进空间的。比如说我是个新手，没有单独的播放器，但是有一套多声道的音响或者是回音壁，我想用 C3U 内置的媒体播放器来播放硬盘或者 NAS 里的高码率片源，大部分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种片源的音轨它识别不了，就是杜比 True HD 音轨，这是码率最高的无损度声道音频格式。那不能播放这个的话，也就没有办法发挥我音响系统的上限。但如果你有单独的播放器，给 C3U 设置音频透传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绕过了 C3U 的内置播放器。还有就是它的字幕和音轨信息显示的不够完善，我很难知道哪个字幕是中文，哪个音轨是什么格式。所以这个媒体播放器它现在是一个很易用、速度很快却比较稚嫩、不够专业的状态。能看得出来它很有潜力，因为从响应速度体验上它已经超过了专业的播放器，就差软件功能的完善。希望 VIDAA 能加快点媒体播放器的迭代速度，做好这个，至少能给我们新手玩家节省1000多块买播放器的钱。总有很多观众问我投影的延迟到底怎么样，到底能不能玩游戏？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24到25年的新型号 HDMI 2.1 接口的投影，玩游戏的延迟手感基本上相当于同刷新率的显示器或者电视了。延迟的手感和刷新率的关系很大。拿 C3U 来说，在 4K 分辨率下是60赫兹刷新率，玩赛车、角色扮演、主机游戏的手感和我这台60赫兹的显示器一样的。前提是一定要打开投影的低延迟模式，在输入源是 HDMI 的情况下，按遥控器的菜单键可以选择低延迟模式。如果你要用投影的大屏幕玩 PUBG、CSGO、三角洲这种 FPS 游戏的话，需要快速移动视角。
如果刷新率不够高的话，在这么大的屏幕下是容易晕的，最好是用高刷，那就需要打开极速模式，这时候分辨率会变成 1080P， 刷新率可以选择120赫兹或者240赫兹。比如我的显卡只是4070 Ti Super， 在 1080P 下三角洲大概能跑到几百帧，那让投影以240赫兹的刷新率来发挥出来，在这么大的屏幕下移动视角也会变得超级丝滑跟手，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帧数高了，刷新率高了，帧间延迟就很低，手感会非常的跟手。游戏菜单里还有一个画面比例选项可以调，如果我把画面调成21:9，再把游戏分辨率也设置成21:9的话，这个影院感就立马又提升一大截。只不过它是靠裁切上下来实现的，所以实际的画面面积会比16:9更小。C3U 内置的音响和 CLU 一样，是和 JBL 合作的 2.1 音响，底座上这个低音炮就是这个点1。有位观众问我，这次对于内置音响和低音炮有什么感想？我曾经在 CLU 那期视频里说过，希望 VIDAA 能推出一台这样的投影，就是去掉内置音箱。因为我们玩家庭影院的都知道，声音的重要程度不亚于画面，那这么好的画面就应该配多声道的回音壁或者是 AV 功放。这回我的想法确实不同了，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新入坑的观众问我问题，一般刚入门的话预算它也不多，对不起，是我狭隘了。站在一个家庭影院内容创作者的角度，应该对新玩家有更强的共情能力，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自嗨。大家都是从新手玩过来的。那 C3U 的这个内置音响对于暂时只有投影的新玩家来说是很有用的过渡音响。同级别相比的话，它至少多了个低音炮，低音的听感在 JBL 的音响里一向是权重比较大的。好几年前我给我老婆买过一对 JBL 的蜗牛，那么小的电脑音响，一开声那个低音让我很惊喜。CLU 和 C3U 带的这个内置音响，相对于同级别智能投影来说，就是这个感觉。新玩家如果买了 C3U， 开机就能用，先看到好的画面，以后再升级多声道的音响，能获得2次快乐，也挺好的。但如果你打算另买音响的话，我一向建议投影最好配分体式的多声道音响，因为投影的画面大呀，随便就能投出2米、3米甚至4、5米的画面宽度。如果是单条回音壁的话，会放在下面，声音就有点太低了。高音的指向性是很强的，范围也很窄，放太低的话可能会损失高频的细节，影响清晰度。而且分体式的能把前置左右声道的距离拉开，这样声场就会很开阔。所以对于大画面投影来说，其实更适合分体的多声道音响。C3U 它有一个 HDMI 1.2 接口，这是目前最好的音频回传接口，可以从投影到音响传输无损的杜比全景声信号。比如说把这个无线接收器插在 HDMI 1.2 口上， C3U 就能把杜比全景声无线传输给各个声道，是个很简洁的方案。希望 VIDAA 赶紧把内置的媒体播放器做得更完善，实现家庭影院不用再单独配播放器，那就更简单了。好几个观众对噪音表现比较关注，我测了一下，环境噪音30个 dB， 在正常亮度下，距离机器1米，侧面34 dB 左右，正面32 dB 左右，怼在出风口上45 dB 左右。打开超频亮度的话，过一会儿温度会上升，风扇转速加快，这时候1米距离是36 dB 左右，出风口48 dB 左右。测试表明，距离出风口越近，风噪越大，频率越高。在出风口处可以看到高频有个小尖峰，但是我听不到高频啸叫。如果你的风扇有高频啸叫声，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测试一下。这个风噪表现在打开音响的声音后，风噪就会完全被压住。看安静电影的时候，如果没有对白也没有音乐，是能听到风扇声的。会不会被吵到出戏，就要看你离投影有多远。所以尽可能的把投影放到距离自己远一点的话，对减小风噪声很有帮助。比如说吊装起来。功耗怎么样？ C3U 是小体积的氮化镓电源适配器，官方整机功耗是180瓦，实测功耗和投影当前的亮度有关。实测亮度0的时候是60瓦，亮度50是90瓦，亮度10的时候145瓦，超频亮度最高能到180瓦多一点。待机功耗1瓦以内。3色激光好是好，但也有自己的弱点。第一，我的镜片是350度近视，250度散光，当我正视 C3U 画面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仰视、俯视或者侧视画面的时候，会看到白色图案溢出的洋红色和绿色彩边，很明显。如果我摘了眼镜的话，怎么看都没有。
所以应该是我倾斜的镜片把白色的光又折射成了3束光，让我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不确定只近视不散光的镜片会不会这样。3色激光的高纯度带来了高亮度和高色域，也许这就是代价。第二，散斑是3色激光干涉造成的类似热点的现象，严重的话就像手机贴了磨砂膜看屏幕的颗粒感。早期的机型非常严重，经过 C2 系列和 C3 系列的迭代，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我用这块参考幕和白墙对比过，投在白墙上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想是因为白墙表面的肌理更粗糙，漫反射会大幅度的减小这种观感。现在如果很近距离仔细看还会有，但是很细微。所以3色激光投影不要用增益幕，普通增益幕它本身就有热点，再加上亮度的增益会加重这个现象。3，近距离看纯白色会发现一些随机的颗粒很大的噪点，一动不动，这不是散斑。我用过第2代的机型 CEP， 当时还比较明显，近距离看画面不是很干净，到了 C2U 和 C3U 会好不少，但依然有。这个现象同样是正常观影距离不会发现，近距离看很浅的画面更容易看到。以上3点我把它称为3色激光的观感。以前灯泡光源投影没有这种观感，但灯泡光源已经走进历史。如果你能接受这种观感的话， C3U 剩下的几乎全是优点。以前我在 CEP 那期视频中把这种观感称为数码感，现在我要改一下，因为数码感给人感觉更像电视的观感。其实投影毕竟是反射光，它没有电视那么刺激的观感，而且现在杜比世界的色调映射之舒服，是那种既柔和、色彩鲜艳又不艳俗的感觉。唯一不同的就是黑位没有 OLED 电视那么黑，特别是在有环境光污染的情况下，什么投影也招架不住。但是反射光它就是反射光，什么电视也比不了。除了激光电视啊，投影观感的舒服绝不仅是因为它大，更是因为这种反射光的观感。说到色彩的艳俗，我又想到一个缺点，主界面的海报颜色饱和度实在是太高，可能是 C3U 用的是原生色域来显示的，并没有控制色域的缩限，并且选择色域选项也影响不了这个界面一点，这会让第一次用 VEDA 投影的人误以为它永远是过饱和的。其实色域选项对于电影和游戏的画面是有用的，它会根据片源自动匹配适合的色域来显示那部电影该有的色彩，而且也能手动的选择，只不过它改变不了 UI 界面的这些海报。不过这个缺点 VEDA 应该是能改。其实高色域对于投影就像画家手上调色盘里装的颜料很丰富，画家他不会把所有颜色都涂到作品上去，那只会让画面看起来不高级。但是更多的颜色让它有更丰富的色彩选择空间来表达自己的作品，而控制的好就需要这个画家有很高的审美和技巧。我看到有很多人关心 C5， 我也关心。这是一台 VEDA 要在下半年推出的家庭影院专业机型，售价是3万。那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根据定制影院设备的定价风格，到手价2万多也不是不可能。但现在用的 0.47 芯片加3色激光已经很成熟了，做到目前这个亮度、对比度和色域已经到头了。要想再提升，一是换光源，把亮度提升到投200寸也有100尼特；要想大幅提升对比度的话，难道要换显示芯片？不会是原生 4K 吧？如果真的换了芯片，那 4K 120赫兹应该也就实现了。镜头位移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但是我希望加了它不要影响对焦的清晰度，希望镜头也能用更好的，还希望系统的界面再专业点、简洁点。如果像这样一台专业的家庭影院投影做到你心目中的90分，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它？ C3U 外观太蠢，等 C5， 你小子。但是你对 C5 什么都能期待，外观这回又在前面板做了一个洒金的工艺，挺好的，挺喜庆。有事说事，别他妈阴阳怪气。就我由衷的希望，就是咱们 VEDA 的机器做得很好，能不能在外观设计上和 UI 界面上再勇敢一点，打破重塑一下。还有这个音效，VEDA 投影它在我心里就是那种特别爱钻研的理工男，如果能在穿搭上再讲究点，那追求者还不翻倍吗？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我也不是靠外观吃饭的呀。哎，综上所述， VEDA C3 Ultra 处于分界线的左边，智能投影起家，是因为它要覆盖大多数人群，但其实它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右边的专业投影，比如说亮度、色域、响应速度、易用程度。
你把它放在客厅、放在卧室，开机就能追剧；你把它放到影音室里，接一套环绕声的音响，它也不会成为短板。它的效果在这个价位不会是问题，只要你能接受3色激光的观感。C3U 绝对算一台组建家庭影院极具性价比的利器。但说实话，如果我们抛开硬件性能和仪器测出来的数据，也不管价格，只从一个感性的视角来评价它，那它在画面质感上和那些有几十年积淀的国际品牌相比，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我至今仍然记得2年前我在广州音响展上看到那幅油画般质感的画面，那是一台30多万配了6万幕布的投影。我不知道这个质感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技术指标实现的，但是我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换个 LCOS 芯片就能弥补的差距。我想那更是对画质理解的积累和审美的差距。但是只要它还在进步，迟早会突破那道壁垒。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我觉得当我的观众不再被参数牵着鼻子走，对产品真正的了解，对画质有深入认识的时候，那一天就会到来。因为只要大部分人有需求，市场就会淘汰掉做不到的，留下真正的强者。最后非常感谢提出问题的观众，是你们的问题倒逼着我做了很多测试，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视频，因为这台投影它确实值得。可以说这是一期咱们共创的视频。如果哪些问题我没有回答到，我会再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也请给我一点鼓励。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